嘿，你们好哈！今天的题目是很特别，第一次见面就告白，第一次见面就告白。哇，我觉得这个情况我最近在朋友身上有发生过，而且是双向的哈。两个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非常有感觉，很像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吸引力，觉得终于见到面了，好，支支吾吾的告白了出来，类似告白，但是都心神意会，接收到了这个讯息哈，所以这件事情让我有非常强烈的灵感直觉，我愿意来翻翻看，到底你们会选到什么样子的故事流程哈，所以我会把整个讯息聚焦于首次见面那个时候的强烈感情，看看能不能在近期跟这一年的能量里面有没有最接近的趋势能量靠近。我帮你们找看看，看看这三个是否都符合这个方向哈。那这是今天的三张牌，那这三张牌我选它是因为我觉得它有独特的个人魅力，还有期待与向往。好，除了这个方针之外，你可以投射自己现在的心境，然后再做选择。好，那我想也差不多选好了哈，那我们不啰嗦，直接开始了。好，那我们一样哈，来一样哈，这是选择第一号牌卡的朋友的卡哈，来，好，来哈，先放这里。好，我们一样哈，先用这里，我们来先看一下整个大趋势哈。这个通常我真的没有特定一个时间轴了哈，就看你们两个的能量的连接。好，能量的连接的方向哈，这个我不会特定觉得它应该是哪一个时间区块，但是我们就来看看，让你知道说你在期待的是什么样子的能量。好，等一下哈，先把这张亮了哈，把金星能量都先翻出来。哦，非常好哈，这张足以解释你正要显化一个你想显化的爱情能量，所以选择一号牌的朋友，我觉得你遇到他的时候。他的外在啊、长相各方面应该不偏不倚啦，会很接近你所期待的。他通常出现魔术师牌的时候，当然有非常多的解释了哈，有魔幻、有戏法、有魔术，但是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点石成金。我觉得很多时候我都会把它想成是最简单的趋势，因为它旁边的能量非常复杂，你不简化讯息的指引后，你会把这里搞乱。所以当这个位置在精细能量出现的时候，就要去想到非常多的情感正在内在不断的具体呈现、具体表达。它当然有很多的内容哈，它当然会有一种非常夸张的表现，但是也会有一种很强烈的神秘感的吸引力哈。然后在土的能量的时候，又能够表达出物质上的互相喜欢，然后在人际关系的时候，又能够表达出非常友善跟互相理解彼此内心脆弱的东西，这个都会在你们一开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暴露的把内心的东西都展现出来。所以这张在金星能量一开始出现的时候，我就会觉得你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很多的自己都会展现出来。当然，它也会有一些优缺点哈，一些缺点就一点点的就表现的好像有点太主动，然后那个主动有一点点夸张哈。那这些就是要看你们可能本身所属的一些太阳啊、上升或者金星的星座哈，是不是落在一些火象的啦？可是有的时候又落在一些土象的星座的时候，或是水象、风象星座的时候，又能够达到一个非常强烈的共识。总之啦，这张牌在金星能量出现的时候，四方能量好风水火土的好讯息，我都觉得它聚焦起来，然后都会在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以一种非常善意的方式就表现出来了。我觉得蛮好的，这一组确实还蛮符合第一次在今天的这个讯息的哈。我再感受一下它这一颗咖啡厅见面，朋友的见面，两三个人的见面，一开始就有诗。我觉得我最近被这个能量一直非常被牵引着哈，一种小小的互相偷看，小小的眼神的交换哈，小小的微笑交换哈，都是一些很明确的第一次见面的主动的告白的一些方式哈，心会被牵着走，心会跳动牵着走哈。
那能量还蛮强的，1号牌的能量从这里作为出发的时候，我觉得整个的能量，除了金星能量的话，我们要调回去魔术师牌的水星能量的话，它有很重的、很深的情感哈。然后基于一些星座的话，可以会有一些很强烈的好奇心哈。然后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两个人就有很多的话题可以沟通，可以了解。很快的，你们彼此又能够看到彼此的本质哈。然后对彼此的未来啊哈，要怎么发展啊，有一些新的想象力也出现了。你们甚至连工作的东西都能够互相交谈，而且还表达的不错，还能够展现彼此对于人生观啊未来的一些方向，而且是非常坚定的，是交换的，而不是斗争的。总之，我觉得在魔术师牌出现在这个位置的时候，你们的协调能力都还蛮好的，而且你们的相遇应该都在彼此还蛮好的状况里面遇到。这张牌的正向指引都还蛮好的哈，还算不错的一个开牌哈。来，我们来看后面的，好，这里看得出来，我看一下有什么数个，你们这里哈，我觉得有一个很有趣的小地方哦，就是你们毕竟是这张牌出来嘛，所以其实你们可以表现的再更奔放，可是这张牌说你们还都有点收敛哦，但是会越来越强，越来越强哈。它这个能量哦，恶魔牌的能量再加这些土的能量，有慢慢的变。该怎么说？很想要全力的表达对彼此的喜欢，互相的喜欢，可是都收了一些，所以他会渐强，能量会渐强，会慢慢的好，一关一关的破，话题一关一次一次的更融洽之后，表达的东西会很快。所以你们初期遇到的时候，那个情感的表达东西真的很多又饱满哦，又多又饱满。但我总觉得，因为恶魔牌的出现，它还是有一些暧昧成分出现，因为它处在一种类似摩羯座的自制力，水星出现在摩羯座的一种小小的自制力，所以我说你们有点收敛。那因为这一个收敛，反而创造了某些神秘感。那这两个能量结的交织在一起的时候，你们会有一点点顾左右而言他的，都先讲一些生活的东西啊，喜欢的东西啊，喜欢去买什么，喜欢去哪里旅游这样。可是这一个对话里面是非常澎湃的，其实很多感情能量的暗示跟讯息的抛出，是在告诉对方说，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去，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去买，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去我们两个都共同有兴趣的地方啊、商店啊什么的。我们的喜好很相同，其实它在这一种物的东西上面，在恶魔牌呈现的非常暗示性，好像在偷偷告诉对方说，我们是天生一对，我们什么都是一样的。我们只要在一起久，慢慢往下挖掘，还可以挖掘更多。好像有一点在介绍自己内心还有更多跟你相同的东西，慢慢挖掘。可是我也不想现在就告诉你，只要我们往未来在慢慢走去的时候，东西会越来越多，敬请期待的这种，好像这就是一个礼物要抛出的感觉。两个人都是，这个是非常互相的能量哈。好，来，整个路径上四平八稳哦，然后不是一个躁动的指引性哦。那我觉得算是非常稳定，而且已经有明确路径的。有非常明确路径的一组牌哈，所谓的非常明确路径，也就是说，你们在初期的融洽就已经非常好了，所以它不会有太多的时间去修正彼此的不合。其实你们的相处都在很不错的沟通，尤其是如果两个人的内在哈。内在可能吧，可能在不同的星，反正有一些双子座哦，无论是在我觉得可能在双子座星座，可能双子座，然后可能在土星啊、木星，然后水星这些，如果有一点点双子座哦，那或者有一些天秤座，反正有一些风象星座哈，在月亮或什么这些不管，反正就是有一些风象星座在里面的时候，
你们的沟通啊，各方面都会变得比较有好奇心、跟融洽、跟愿意表达出体谅跟善意。如果是要表达出体谅跟善意，那可能会再更偏向一些双鱼座。这时候有时候会偶尔讲一些星座，你会比较能够理解你们的合适。然后我是有的时候会偷偷讲一点点，让你们理解一下，说为什么，还有我看到了什么这样。来，那从这些看起来，可期待你们这一组越是相处久，越是耕耘，每次的收获都会倍增，会更好。那不过这里还是可以看出一个小缺点了你们在内在灵性的直觉的东西，这一份火能量可能少一点。如果说四方能量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个火能量少一点它有一点的火能量再加土能量的这个部分，因为它还是有一点射手，就是射手该怎么说？这种什么意思？就是它有一点点射手金牛对冲的能量，然后比较难以协调，也就是说比较善于这就有点因为它有一些本质的东西，你的本质、它的本质的灵魂的东西，这个直觉的连接比较少，但是有在练习连接，所以你们这一个部分猜想内在彼此内心的直觉的这个能力，彼此不是说你们猜想别人的内在直觉的这个能力差，而是你们这组彼此猜想内心的想法，真正的想法，这一个沟通，这个桥梁就比较薄弱，不是说没有，只是它比较轻，比较像纸做的，比较透明、软绵绵的，没有这么指导对方心理。但是这个都还是需要在很多的相处中慢慢去收集资讯、收集资料之后，才会越来越准确，猜到彼此内在就是越来越了解。可是能猜得更深可是不会在一开始就猜得那么深，因为那些需要这样指导内在灵魂的东西的时候，都落在了较为绝对理智的位置。这个怎么说？就是说，它不是靠直觉，它还是靠观察跟收集资讯、收集资料来去理解的。虽然你们各种方面都很融洽，各种方面都很平稳，可是整个能量的着眼点，其实都还是比较偏向观察与判断，还有总结心得、相处经验。这里直觉上的东西，第一偏弱。第二，他只给予你们两个的直觉是，这个人跟我在一起，我们两个相处应该或是一定能走到越来越好的位置。直觉的能量只跑到这里比较像是比较能够看顾到两个人的未来，因为他这份直觉在你们两个身上是强化了对于未来的路径的确定性，而不是对于两个人内心的那个直觉。也就是说，这组比较难以期待，如果你表达自己的内心的声音的时候，你表达的不够完整，但对方能够完全理解你说出来的声音跟内心的声音，他会少一个，尤其是内心的声音，懂吗？所以这组相处一定要把话说的比较完整，你想说什么要说的完整具体，要确定对方听得到、听得懂，至少听得到，你自己要说出来完整。这组的相处方式在这里因为某些就像我刚刚讲的，这个直觉的有时候你一定知道，你跟某些人，或是你跟你的好朋友，有些话不用多说几句，你的下一步对方就已经猜到了。你心里没有说出来的话，对方就已经知道了，感受得到，还做得好，反应得很好。可我觉得这个比较薄弱，但是他会渐好，越来越好，只是这个越来越好的速度偏慢它还是比较属于一种理性相处去累积自己的相处经验的道路了。那如果硬要看缺点，我看一下，比如说还有你们个性上是不错，但是对于生命的价值观，所学会的整个世界生命的一些智慧的来源比较不同。也就是说，你们可能会学到不同的智慧概念，然后你们会做一个交换。毕竟魔术师牌会做一个交换，会做一个理解，而且善于倾听。
其实我觉得这组在相处之后会发现说，因为中间这个直觉心灵交流的桥梁目前不够明确，也不够直接，不是直通的，所以你们其他的好的个性的方面就会去提醒你说，聆听理解是自己唯一能做的，跟要把它做到最好的。所以他这个会引发出两个人为彼此有比较多的一种行动上的牺牲啦，也不是委屈自己，因为内在知道说，虽然我们已经非常契合了，但终究还是不完美。尤其是刚刚我说的心灵直通的这一件事，你们很快就会明白这是什么了哈。当相处一开始的时候，那这一件事情不会在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那么明显，它是要在更深入、更多的生活细节的时候才会发现说，哦，这个部分确实是还是有一点小小有些距离，但是反观其他的合适度来讲，这个其实也不是一个会影响全局的一个重点，反而是慢慢的修正、慢慢的学习，然后你们会慢慢把它当成这是一种神秘感。我窥视不了，才想不到他内心的东西，这部分也是可以转移到比较神秘的位置。那就看这个位置，你们的星盘上面对于神秘的东西的渴望跟敏感度，那个还是要回到可能要到星座的东西会再更细。好，那这里的话，如果水瓶座双鱼座多一点，就会比较这一个双鱼座啊，天蝎座，我再想想啊，还有什么星座？这两个星座对于指导这个内在心理的能量就会再强一点，但是还是要看你落到了哪个位置。比如说水星就会很强，然后落到了金星就会很强，好，这个猜想就很强。那如果其他没有的话，就要再慢慢来哈。射手座也可以，但是射手座可能就是要水星在有射手座的话，才会内在的这个灵魂的猜想跟直觉也会比较强一点。好，当然其他也是有了，但是这个就更强。好，大概做个提示哈。那我想这组的话就差不多先这样。我觉得整个牌面的组合，我觉得蛮好的。其实虽然我吹毛求疵讲了一些缺点，但是我觉得影响不大。好，那回到这个，有一个东西，刚刚我留在这里再讲哈。这个人他来自于跟你完全不同的世界，你们这一个组合会创造出只属于你们两个人的相处方式哦。好，原本的你跟的朋友跟其他恋人的相处经验可能用不上，这一组是全新的，可能全新的工作、全新的个性哈，可能也有可能是你很不习惯的星座都有可能，但是那个不会，我觉得从这里哈，这里然后这里我都整个牌面的稳定性来说，我觉得那不会影响太大，因为你们会找到出路，你们够有理智跟够有爱，好复合式的样，各种种类的爱都一起，然后还够有耐心，所以这组在某些调整上都会变成是一种很简单的沟通，而且非常有包容性、有耐心的沟通，愿意倾听。这组很奇妙，你遇到他的时候，不知为何耳朵跟耐心都往上升，好，这组是这样，所以没什么太多特别的。来，我们来看后面的。好，有的时候星座的我有看到，我就会讲哈，因为我最近帮别人解的时候，我发现带一点点星座的会比较能够融会贯通。好，所以如果我看到我想到，我就说一点哈。但是我们还是以塔罗的直觉为主哈。来，那我来看一下哈，你们两个相遇前应该是有一个通路了，有一个门哈。这里我看一下这20几张牌，有一个门蛮像你们的哈，通路的方式，看一下啊，这是灰，比较灰，比较土哈，比较暗，它的亮比较没那么亮哈，因为我觉得它比较沉稳哈，比较沉稳一些哈。来，这张像。这张像哈，那我本来是想说可以选这张，但我觉得你们要走的远方没有这么远哈。然后我觉得这张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它的地面是在云端上，我觉得你们不太像，你们踏的东西是比较直爽的哈。
比较扎实的，这个也可以。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引导的柱，我觉得你们走进去的比较没有。还有这一组有一个非常强的神秘性，哈，好，如果要选的话，我可能会从这两张去选你们的路径哦，你们两个人相遇啊，接近的那一个路径，我觉得会比较像这两张哦。但是我还是觉得它偏紫哦，偏紫，所以我觉得我会选这张哈。如果你比这个感觉比较多也 OK，但是我觉得它还是偏暗紫蓝哈，暗紫蓝，整个混色来说，它的调色各方面就是少了那一个紫哦，靛啊、紫啊那个颜色哈。好，所以应该是这个哈，所以我挑这个当是你们的路径。你想象一下哈，你们相遇前的时候会经过这一个路径的门哈。来，好，再来用塔罗来看一下整个现在的状况哈。来，好，这个我尽可能把最清晰的讯息带给你们哈。好，我们先把这个，现在哈，因为我们今天这一组是第一次遇见就非常强烈的感觉，所以我们现在要翻的可能是这个要抓的是跟第一次见面的距离哈的距离，所以这里这一张怎么翻都不会是已经见面，就是要快了。我看一下，现在我先把整个方向都翻完。好，先这些。看一下，他正在，他已经在你的，我先说你现在附近有很强的风能量正在环绕然后那个风的定性不强，然后他应该蛮靠近你了，他已经在你附近，可是不知道有没有到生活圈，应该有在朋友生活圈，不知道这里的风还蛮乱的哈。我觉得他差不多要进到你的交际的朋友圈，不是工作圈哈。他现在应该差不多才刚认识你周边的人哦，因为有一些不错的这两个火能量的包围哦，虽然这边弱，这边强，这边有指引，所以他有在一个黑夜里看到那个烛火，也要往那个方向走，比较抽象是这样诠释。可是，在你的生活朋友交际圈之后，他才刚刚接触你这边的朋友圈，所以在他要在跟你的已经认识的朋友再多出去之后，这个名字才会慢慢的浮现在你的朋友的圈子里面的讨论。这样子，然后他可能在某些朋友的聚会的时候会再出现。以现在的你来说，你是看不到他的，你没有任何资讯。他在你身后，在你走的反方向的位置，正在进入你的朋友圈里，他不是你的视野里。所以你现在所讨论的话题，跟朋友讨论的话题，还听不到这个名字，看照片连接还不会看到这个人，就算看到了也没有那个印象。我觉得现在还看不到，可是以这里来说，他已经慢慢的潜入到你的朋友的朋友圈子里了哈。我觉得他如何进来的？我觉得他是因为有一些生活上的求助需要帮忙，所以慢慢的走进来。好，那你的身边的朋友应该有人正在跟他变得比较要好。哦，无论是工作上啊，感情上，他们就是开始在做朋友了。哦，那整个路径上来说，我这边有看到一个，就是有可能你的朋友有一些感情上的问题或工作上的问题，请求他来帮忙，所以他是一个外来的好能量的进入，而且他经验还蛮丰富的。那他也是一个比较自然的就进来，他对于交这个朋友或什么认识这个朋友也没有太多的期待，就是很自然的就走进来了。那从整个路径上来说，是充满比较多的爱的能量把他拉进来的，所以他现在还在一种游移、没有目的地的、没有目的性的在走。可是他慢慢的开始认识你周边的人的时候，他就开始有一些更多的好奇心跟向往，是想要再认识更多的人。但是我这边看到一个点，如果他要更靠近你的话，可能他跟你的朋友之间会有很多的工作的讨论，然后慢慢的跟你的朋友有所交集，所以应该
要认识就是朋友的聚会、新朋友的介绍，或是就突如其来的介绍。你去了酒吧或者去哪里玩，然后不是一个特定的小饭局，可能会有一些陌生人来来去去的场合，他应该会以一种陌生人的方式出现在你眼前，然后你们会蛮有直接的感觉的。可是，在还没有这样出现前，基本上是遇不到的。哦，以今天的题目来说，在你看不到的视野周围，你们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些芽或花已经在开了。这些花跟芽的定义是爱情或什么？目前不会这样定义，但它定义的是说有一些好的或生命力啊，新的好的能量正在出来，也就是说会有新的局面、新的事件、新的认识哈，新的朋友间的交集，会慢慢的在你附近成为一个好能量的方式出现。尤其这张牌哈，它所带来的能量有丰富性，有很多眼睛的关照、看顾的讯息，它更代表的是更多的好的水能量的聚集在一件事情或一个人身上，我都会把它当成是一个方向，所以它是以他的角度，它是慢慢的被这个好能量所吸引，也就是你的这个朋友圈里面有一些人所带来的好能量、好性格、好背景、好相处，然后慢慢的就变到进入了这个朋友圈，交新的朋友。好，这里不讨论他原本的朋友圈，但是对他来讲，他是开发出了一个新的局面。好，那过去跟之前来到这个朋友圈之前，正在摆脱一些旧的跟现有的或他人的事情之后，会有一种更好的正能量之后来进入。好，记得你目前是看不到的哈，我觉得能量上这个还没整个。你以外的其他能量都还在处理中，跟你没有关系。所以时间到了，好的状况，你身边的朋友圈，他相处你的朋友圈的一些事情，好的事情有发生，认识的朋友够多了，他自然而然就会出现在你面前哈。你这边哈，我说你刚刚有一个很不稳定的风，我觉得在某方面来说是在保护你，因为好像。就是花还没有开到那个能量的花还没有开到令人惊艳或是有澎湃的爱情的感觉的时间点。抽象来说是这样，但白话的就是有更好的你们两个相遇的时间点还没到哈，所以要再等一下它那个路径的行走哈。它这里有很多的讯息，像这样，都还有一些远方的船、远方的能量，都是你还无法不在你的视野里的啦，哈。来，这里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对立性、二元性、对比性的两个能量的结合。通常这张牌只要一出来的时候，这个结合是必定要发生的，也就是你们的遇见是必定要发生的。因为什么？这张牌后面在等的是一个重生，就像刚第一组牌，我跟你们说，你们这组只要一相遇之后，要走的是自己所创造的路，之前的经验是完全无法应用的，所以这份结合是定的，因为重生已经是定的，创新新的路径是定好的，所以结合是定的，这个是先后顺序问题哦。来，我看一下，这里已经这样说了，所以等待是也是必然的啦，没有这个我觉得等待这东西真的都不用太多说，因为永远都是会有这一个环节哦。只是我们要看的是整个概念上的好坏跟趋势的走向吧。是哦。我问了说为何不立即，为何有阻碍，为何有风哈，为何好的能量正在发挥的时候，然后你这边却没有给你那个视野，这边只给了一个非常难的题，答案就是说神的语言需要慢慢的理解，所以通常照我的理解来说，通常出这张牌我就会告诉你说，你所有的
你现在所做的事情，所有的选择，很多时候都可能受到自己内在的能量跟潜意识各方面的影响所做的选择。但你可以把它归咎在神的指引，好，因为有些决定跟想法是非常清晰的，它不是什么很重大的决定，它可能只是决定到你今天要不要去跟这个朋友吃饭，或是你跟朋友约的时候，你不想约星期一、星期二，你想约礼拜五中午，你也不要约周六日的晚上，你就是只想约礼拜五的中午或礼拜四的白天。这些决定指引都指引着你跟他的牵连、跟他的相遇的路程，或是你要先绕路，再跟他相遇，绕路到一个更好的时间点再相遇，这些都很难理解。就像这里说的，神的语言需要慢慢的理解。他要在你们相遇之后，听完了，可能听了两个人的故事线，才会发现说，哦，其实我们之前有很靠近，可是错过。那还好，因为那个时候你可能很忙碌，那时候你可能心情很低，或是他，哦，或是那个时候的出现只能出现10分钟，你找朋友拿东西，然后才会遇见，那都是不是很好的一个遇见时间，懂吗？他有很多的时间让你遇见，可是可能都不够好。他这里所期待的是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好的能量的结合，所以他希望你们遇见的时候时间是比较拉长的，相处比较多的，交流是比较多的，眼神啊、肢体语言啊、一抹微笑的交流啊、酝酿很久啊、消化这些东西，需要那一个当下好的时间点。哦，所以我才说他有很多东西，尤其一开始说有一个我觉得不稳定的风能量，但我没有觉得它有敌意，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保护的能量在你附近，把它弹开，把你移走，因为你们可能很接近了，可是时间点都是不够好的。你们那么多好的见面机会，给最好的时间点就好了。哦，但这些为何前面你完全不知道，你们在默默的避开，后面认识之后才会知道说，哦，你那一天有去那个啊，我那一天本来要去，但我没有去。或者说，哦，你那一天跟谁约啊？可是我是约之后，约你前面就已经来，那个是让你们两个之后认识才会知道说，神的语言要理解的答案，那些答案到底在哪里，才会知道。来，那这些他跟他的朋友啊、相聚啊，可能什么像帮忙啊这些的哈，为何认识别人，那个也是后面才会知道。只是现在我们告诉你说，整个能量的趋势现在是这样慢慢的走进你，好，让你知道你还需要一些等待，让你知道你还在等待什么。好，来，大致上这里是这样，我看一下，我一直觉得这个牌好奇，这张个位置好奇，只是没有对你们不影响啊。哦。这里只是在说一件事情，是他终究还是跟你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领域、工作各方面。这边有说哈，好，这里没有那个答案，但是有其他的答案。好，我再看一下，这个也我还蛮，我这里问说他为何而来？哈，这里的讯息告诉我说，他是为了给予他人智慧而来，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我刚前面说的，他是来帮忙的。我们刚刚是不是已经说，他是因为有谁帮忙，工作需要帮忙，或者感情需要帮忙、需要支持的时候来请求而来的？所以这里说他是来帮忙解决其他人的负担，或是可能吧，可能在朋友的交流之间，他是有一些经验跟有些智慧的，是能帮助你的朋友的，所以他在某些交谈或是不请自来或是请来都 OK，牵引来，它是一个好的智慧的指引。哈，这边说的，它是以一个善能量进入到你的朋友圈，你认识的人的圈子慢慢走进来的。啊，这几章的指引都只说了一个结论，就是他在路径上了。我没有觉得很远的，因为通常出这张牌，我都会觉得就在附近，只是看不到。因为如果在很远，他不需要看不到，因为在很远看得到也看不清楚。可是这张牌讲的是看得到但没看，那么这里是这样，你看他是背对着海洋，他转头就看得到海洋，就看得到这个情感，何必蒙住眼睛去看不到？因为就在附近，但是看不到，是这样子哈。主动性、被动性在哪里？这里的解说是走这个方向，我就先告诉你。那再加上这张牌。我去请他再强化延伸这里，为何不看？为何看不到？因为他说，其实但是因为旁边还有很多东西正在整理，整理完再看，免得惊喜被戳破，惊喜提早了之类的哈，可以往那个概念去。好，我觉得大概就这样了。那这里就差不多是这样。这边看得到一些他的人的本质。
哦，那我大概稍微点一下哈。从这张跟这张还有这张哈，我觉得他都是一个对人不求回报的人，所以而且他是一个好像对其他人来说是一个还蛮有智慧的人。我看得出来，当他走进在某一个路径上的时候，他身边的人都能感受到蛮不错的爱跟温暖的感觉。哦，所以从他走的路径，而且他走的不快，他走的慢慢的，表示他的个性、情绪上也是稳定的。从这边也看得出来，他身边的能量，他认识的人蛮多，在心智上、心灵上都还蛮依赖他的。所以本质上，情绪稳定哈，做人一脚印哈，还有乐于助人这些特质都有在这些地方有在牌面上展现。那不稳定的东西，我觉得是你们两个之间的东西，不是你们本质上的不稳定，而是你们两个中间还有一些他人的讯息正在过渡中，所以再等待一下。好，我是没想到翻开来有一些风跑起来了哈，没关系，至少找到一些方向性就好了，知道我们要等什么。来，我们来看一些比较深层的东西。好，来，果然又是两个完全，你们不只是生活背景上各方面，你们还是完全来自两种不同灵魂的位置了哈。这一次以这张给我的讯息，我比较偏向于认为你们是两个人的灵魂第一次见面，之前灵魂都没有遇到，所以这一次的见面，这一次的开创新的路径相处方式，真的是第一次，这个你们真的是全新的灵魂的遇见哈。哦，这个好了，翻开就翻开了，因为我刚没有看。好，这张牌就出了，这些都是补充的。我补充一下，看一下，因为我这边已经差不多打到答案了，我只是让他补充，看有没有佐证哈。好，相处没有问题哈。确实第一次开始相处的时候，就会以一种非常全新的人的方式来相处，你们一开始就会开启。创造出你们自己的相处模式的路径，两张都是哈。然后，这份相处看得到远方，有期待感哦，想象得到未来的好在哪里。个人的风格跟独特性还是能够保持下来，不会太为对方改变什么，因为你们的本质就能够互相喜欢。好，新的能量本来就会在第四就出来哈。那回到主题。这是一份什么样的告白？我觉得它是一份动作上的、眼神上的、交流上的暗示，让你非常明白，我现在就已经深深的、很接近爱上你的状况了。为什么我要是留一步？记得刚刚前面的上一组牌、恶魔牌、那个类似摩羯座土能量的讯息，会收敛，对不对？所以他所做的表达跟他内心的感受，其实有打折一点点。他表达的好像是这个，是内心应该再更饱满哦。你们其实都会，那会刻意的稳稳的走就好了。两个人的概念上，哈，来，我再翻一张，也是好奇的哦，你们的差异性本身，就是彼此吸引力的来源啦，彼此吸引力的来源，前面就已经说了哦，好，这边也说了一次。好，没有什么大问题哈，个性这方面没有哈。如果真的要觉得很介意，它就是你们彼此身上很多东西一开始都是非常陌生的啦，哦，前面没有范本，哦，两个要摸索相处方式。好，我看一下这里，好，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用别种牌来翻的东西。来，今天特别来翻一下哈，不是这个我们不看塔罗，我们看图样哈。来，我翻两张牌来看，你们是哪两种心境的相遇哈？那你图像意识一下哈，不要字面不重要，图像就好了。来，我翻头尾，第一张是这个，谁没指定，就两种。来，好，你们是这两种图像意识的能量的相遇哈。你自己感受一下，给你看。
字不重要哈，看图就好了。好，你们是这样子的两种意识的，心境也可以的。相遇，好，给你感觉一下。好，再来天使哦，来抽两个，你们两个可能能量最接近的时间点，但不代表第一次对话的时间点。我只能说两个能量最接近的时间点。好，第一个时间点，天使历法给的是6月中，来第二个时间点。第二张天使历法给的时间点，这个秋了哈，转秋了，10月9月中，我觉得比较偏9月中。好，就这两个，哦，9月中、6月中，哦，你大概期待一下，两个时间点是你们两个最近的时间点。我觉得你们不会错过彼此，但是记得有一个特色是，这个人让你非常耳目一新，这个感觉会非常明显哦。好，那再来。3张动物灵卡给你最近生活的3个建议。来，第一个说，最近如果有一些事情需要结束，赶快结束，不要拖泥带水的哈，因为该结束、该了断的时间到了哈。断舍离家里的东西也算。好，这里说最近缺乏耐心哦，最近缺乏耐心哦，要注意一下哦。来，第3。这里说2个，第一，还是要忠于一下身边关心你的人，然后你身边关心你的人要再支持一下哈。最近有一些信赖问题哦会出现哦，彼此信赖问题会出现，记得要把你的心再更靠拢一些真正关心你的人。哦，然后第二件事情是，你之前要努力的事情，哦，想要去的一些小目标，生活的小目标，哈，快到了，但是快到前可能要再忍耐一下，会有一些比较类似水逆的感觉会出现，但是那就表示快接近了哈。这里有2个讯息是这样。好，那这3张牌就这样。好，今天讯息蛮多的哈。那1号牌的朋友就这样哈，他在找路，他现在正在找路出现在你面前。哦，就这样，然后再等一下。哦，记得这2个时间点不是唯一的时间点，只是这2个时间点是比较强的能量。好，那就这样。那谢谢你来听，然后我们一起乐观期待，祝福你。好，接下来是选择2号牌的朋友哈，这是你要选的卡哈，sorry 有点反光哈，当然是就让你看一下。好，来。我们一样哈，今天的题目是第一次见面就告白，这是一个很刺激的牌哈。我翻这个也是很，我觉得很刺激哈，因为它这个通常着眼点这么精致的时候，讯息一定要够强烈哈，不是没有讯息，是讯息一定要够强烈哈，不然如果连我在抓讯息的时候都起雾了，就是哇非常难受，非常难受。所以我们还是一样，我们先从原本的这个整个大的你们2个的能量的范围，我们来抓一下，大概会是什么样的状况？看你让你明白你在期待什么了？我看你明白期待什么。哎呀，我们先把第1张金星能量的位置先抓出来哦。为何我都会先抓金星能量？然后，因为我觉得它是属于一种比较偏向皇后牌的能量哈，然后它是属于一种比较能展现情感面的。情感面的，然后有时候也是展现一些爱情的价值观各方面的能量的牌，所以先从这里开始，我会比较能够抓到爱情上面的整个本位定位跟核心状态哈。一直没有亮的牌耶哈，哎呀，这个不行，看一下。这边，这里了哈，我又是魔术师，为何我说我是1号牌也是哈？我不能让它跟1号牌的逻辑讯息类似，所以我先讲一点点就好了哈。通常我觉得它是能够足以显化你想要的人。
很接近，足以喜欢你想要的人哈。但是我翻开这张和我觉得1号牌翻开这张的感觉，我觉得这张有些偏移，中间有你们两个的中间这块有一个沟，有一个暗处哈，所以我不觉得你们的差异性大，我觉得比较像是以现阶段的距离来说，各方面我觉得它更像是好不容易走到身边，好不容易走到面前哈，所以我们可能翻第二组牌的时候，就会有一种为何这份见面是难能可贵的？距离是有多遥远？是时间的还是空间上的吗？还是新的距离这些？但是我觉得你们毕竟是魔术师牌在这个位置的时候，我觉得契合度非常好。那基于如果是各种星盘，有时候讲一些，我最近会把星座一点点提。如果以星盘来说的话，你们的结合各方面，工作上可能很合哦。然后一开始见面的时候，两个人投射的情感就很深，可能过去的经验、爱情的经验各方面，家庭的经验也会投射的，两个人互相投射成为反面或是支持的这个情感的东西很强。然后你们直觉彼此猜想彼此话中话的直觉也很强。那即使本质上有一些差异点，很快就会被发现说本质上各方面想法价值观可能有些不同，但是你们彼此的沟通也强，彼此的沟通能力也强，然后对于未来的想象力啊。好奇两分这个关系结合之后，能走到多远的这个想象力也有。魔术师牌就是带来这么全面性的东西，然后再加上你们意志上想要、希望什么样子的人出现，能量上也会比较接近于趋向于帮你做一个筛选。他不会给你一个你本身就不想要排斥的能量了，他会给你一个你自己想要的。尤其魔术师牌在这个能量上，全面性真的比较强。那我觉得差不多就这样哈。有一些小缺失，我觉得不重要，就不讲。我先把其他的牌翻，我要看一看它是否整个区别于1号牌的能量哈。好，已经不同了，已经不同了。从这个位置来说，这个能量你们差别于1号牌的。1号牌的缺点是你们两个内在的灵魂的直通能力差，这组内在能量的直通能力强，尤其在这张牌出现的时候，你们很能够猜到彼此内心的下一步、下一句话，想象未来想要怎么走，所以你们内心就会有一个快速的 B 计划，立刻从反射的能量上，你们就有快速的 B 计划，懂这个意思吗？就是说。你们慢慢相处的时候，就会看出对方的难处，然后心里就会不自觉的去安排 B 计划。然后当对方才刚要面对难处的时候，你已经拿出 B 计划了。所以彼此相处是非常融洽、非常安慰、非常舒适的。两个人都是互相的，这就是节制牌所带来这个调和，还有水星在射手上面的那一个看透本质的能力。所以这里产生了一种你们。很多事情不用多说太多话，不用太多解释，一个知道了，好，是真正的知道了，不是敷衍的，不是应付的。你们彼此会在这样子的，这样子好像很隐晦的沟通上达成高度的共识，很特别。直觉强的一组就是这样子的相处方式哈，所以在这里，还不错，到这个能量哈。好，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到这里来，我来把其他翻出来。好，我要在整理我要诉说的东西真不一样。来，有两个东西看一下其实你们两个，我觉得是两个原本啦，
对于未来的走向然后我看一下，对于未来的走向、未来的想法、未来的价值观，你们原本的梦想，其实你们是完全不同路径的哦，你们是完全不同路径的，而且即便你们初期相处的时候，很多东西都很融洽，很多东西相处的也不错，但是你们心里总有一个感觉，就是其实我们两个好像是不同世界的人，这个感觉会很强哦。但是不太会去阻碍你们两个初期的那个互相喜欢跟愿意试试看、愿意冒险这样。那如果真的要先吹毛求疵，不能说吹毛求疵，我觉得他这个是一个有点小小明显的缺点，就是你们前期需要比较有耐心跟理智去判断两个人的共通点。你们两个的共通点不会突然就蹦跑出来就有，你们都是非常多的聊天、理解，一开始的认识，然后刚好趁着一开始的时候对彼此都非常有感觉的那个时候，赶快达成共识，赶快包容跟理解彼此的不同，在初期会有很好的效果哦。虽然会觉得说哇，这个人真的跟自己不一样，可是那一个一开始的喜欢是出于融合这个概念，相同就没有需要这么融合。这组相异哦，而且是很极端的相异，好像是你们这组的相处的核心跟魅力点。因为从这里、这里、这里再到这里，我都还没有到别条路径哦，光是这一个路径都在说挖掘彼此真正适合的点，需要有很强的严格的理智跟耐心判断，还有慢慢走到。因为这组蛮像是一个蛮大的迷宫，蛮大的迷宫，它不难走到你们两个要走到的位置，只是它有点太大哦。那说有指引吗？你们两个的指引就在于你这两张牌，你们其实要善用内心的直觉，而不要都太局限于表面的观察。这是这一组，所以它有解放。它这个迷宫似乎不能用眼睛判断，要闭着眼睛走的迷宫，要闭着眼睛在每一个岔路里用直觉来选择，而不是用观察来选择。所以这里好像有一种，你们一开始初次见面，好像要用一种比较理智的方式来去观察对方，来找到彼此的共同点，还有未来的共同方向。可是其实应该要再更仰赖直觉，告诉自己说没差，这个相异本来就应该会存在，但是我们两个好像内在有一个很强烈的连接，知道说我们能走在一起，我们最后能走到同一个方向，这就是所谓的你要比较多的仰赖直觉，中间的线是有哦。那如果太拘泥于原本上的不同，反而会半手半脚的啦。但是从这里的能量上来说，所有的理智、跟判断、跟相处，都是走在正能量的堆积中，也是好的。它只是以双向选择来说，他还是觉得你们内在的直觉更强啊。只要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可以把拘泥换过来，拘泥在我就觉得这个人很适合我啊。但是这份适合不是在于说，我们刻意去把彼此的不同找到共通点，所以适合。不是，他内在有一个直觉，就觉得说，可是我感觉就很好啊。他跟我的想要去的原本的梦想跟我不一样，有什么关系？相处起来的时候，那个舒适感很强啊，那个舒适感无法用个性合不合、价值观合不合，或是我们的生活形态合不合来去当成一种条件去确定。内在有一个很强的直觉，就觉得，这些应该慢慢的都会
被修正或是统合整理成我们自己的样子。初期是有这个艰难的状况，希望你听得懂哈。为何我会要这样提醒？因为很多人在还没有感受到这份直觉之前，可能在前面几次见面就觉得说，好像完全不，很多地方不合，个性不合，他讲的东西我也听不懂，然后什么那个排斥感就很重，就错过了内心的那一个直觉的指导。明明还没有认识前，对这个人就有一个非常很清爽、坦然的直觉，发现说，哎呦，这个人给我感觉还不错。而那些知道他的背景、聊天、干嘛，那都是后来的、随之而来的否定。可是你一开始的那个确定，这组就在强调这个，一开始的确定就有啊，为何把它排除掉了？虽然我强调这个啦，但是那只是这两个路径说的啦。可是旁边的路径都又是说的是另外一个路径，说那个丰富丰盛，一遇到他的时候，那个丰盛的感觉就会出现。即便你们两个对谈里面有很多的想法不同、意见不同、价值观不同、未来的走向不同、梦想、以前做的事情，很多东西都不同，可是都有一种很舒适的感觉，好像学到了什么，好像听到了什么，好像好奇着什么，是一种神秘的好奇吗？还是一种看得到未来的？它就很像在迷宫里面，你就是知道这个迷宫有一个宝藏是你们两个会共同拥有的，反正走下去就会找到，有这个感觉，好像有点难走，但是又觉得还好啊。整个走起来也是很舒适的，而且你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一个非常爱的能量很强的风能量，一开始就把你们环绕在一起。好，这组感受大于判断，那个感受一直很超前，一直很大于、超过、饱满着理智的判断，理智的判断跟不上。这里我只能这么说，它跟不上嘛。所以有的时候啦，我们把它回归到一种人跟人相处的小吵架，就是说感情很好的时候好像什么都可以，可是等到真的有一些小纷争、不开心的吵架的时候，就把小细节都拿出来吵了，然后就忘记其实平常相处的有很多很好的感觉啊。可是为何吵架的时候都要把那些吹毛求疵的理智的东西拿出来吵架？可是你心里其实没有那么认为，这组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种两边状况哈。你大概体会一下这里要讲的。不过整个下来，我很相信这两张牌所带来的位置哦，因为这两张牌，尤其这张牌特别强调了，无论表面外在给的讯息是什么，但你们彼此所看到的本质是非常清晰明朗的，加上上面是太阳牌去照亮这个，还有理智，所以其实你们很容易看到这个人的本质，彼此的本质这件事情看起来像直觉，可是其实是很严格的理智经验之后给予的直觉，跟那个视野让你们看到那个本质。你以为是直觉，你以为是心电感应、心有灵犀，可是其实还是属于一种很高度的、严格的理智判断，只是在你的你以为那是直觉，我只能我能解释到的，知道这个程度而已。而且这个会慢慢的，会让你以为你所有对他的喜欢，跟你已经确定的喜欢，都是你经过自己的观察判断出来的。但是这里的路径却说，其实原始点是直觉，跟你靠直觉所判断出来的、知道的，它的本质，你相信的本质，这里有，这里也有，哦，这里有，这里也有，哦，好，只是比较难以去诉说，或是帮你去确定到底是直觉还是以你的观察了哦。好，我只能大概就这么说哈，你去体会一下。如果要做一个小结论来说的话，它只是表面上看起来太不同了，可是实际上你们内在知道跟这个人在一起是很舒服的，光是初期相处就会很舒服。所以到今天的题目告白来说的话，我觉得不需要什么告白的动作，你们那一个舒适感会让你们自然的比较黏腻在一起，也没有谁强谁弱哦。因为所谓的
那一个把你们包在一起的那一个能量，是处于一种很广泛的爱的各式各样的爱的集合体的包袱啦。哦，它不是落在某些判断跟内在之间没有，它是落在这比较大范围的。所以当两个遇见的时候，其实你们感受到那个舒适感是充满爱的，很多种爱的，家庭的爱、友情的爱、恋人的爱，好、这种爱都有。对小朋友的爱、对宠物的爱、对整个大世界的爱、同情心里面的爱都有。所以它这个舒适感是很强的哦，只是被你们误以为是判断出来的哦。好，那缺点就是他没有办法立即察觉，他是要一点一点察觉出来的，他要慢慢察觉出来哈，所以必须要非常依赖跟坚信你一开始的直觉，内在那个感受好，要把它维持下去，才能够挖掘到后面这些。好，好，那这样我看一下有没有星座的东西可以补充哈。这里哦，这里，因为你们这组的风能量非常友好，所以不太，你们即便有很多的不同，也不太会产生什么纷争哈。它整个风能量是温柔的，不是有刺的哦。所以你们对于善于理解对方这组这个东西就发挥的很好。所以你们的不同跟可能原本的差异性会有摩擦的东西，并没有产生什么伤痕哦，或不会变成是什么真正的摩擦就是了。好，再看一下这里，这边哦，啊，还有这组有一个特别常大的重点是，你们对于遇到困难的时候、聊天的时候，或是差异的时候，会产生出一种很强烈的学习心。那个学习心很助于你们在认知你们的差异，就变成说，哦，他会有一种他的不同，也许是我想，也许是我缺少的地方。你们会有这种概念，在两个人的相处里面，就是这一个，所以我才说那个风能量是很有爱的，他不是很抗拒，他不是很害怕，他不是很生气的，他就是一个很觉得一定有什么我要的、我需要的、我想要的在这里。好，我觉得大致上就这些了哈，再多也没有特别需要讲什么。好，大概就这样，这是你们将遇到的人，他给你一个概念。来，那这组算有点难，我们要在后面翻就知道。来，我来看一下哦，还是想帮你们看一下两个人的见面的路径的门哈。这组真的偏理智，所以我刚看到这张牌很像哈。那我在1号牌也是有选到这个，但我最后没有。我在2号牌比较偏向这个，但是我觉得2号牌真的是这张牌，我觉得完全没有其他牌能够替代哈。我觉得你们的路径就是这一个，好，非常理智，非常安静，啊，耳目都非常清明，哈，我觉得就是这组。两个会在这样子的一个路径上进入两个人的世界，慢慢的探索小小的洞口，慢慢的探索未来的无限的宇宙，要在这里后面慢慢探索，精致，非常精致，非常美观哦，非常要求细节哦。你们的概念就是这个，来，好，好来，我来看一下哈，这个看这里会不会更多细节再更顺哈。那我们第一张牌要抓的就不是你们认不认识了，就是现在他在哪哈？跟你们第一次见面，因为毕竟这一题应该就是还没有第一次见面，那他多远哈？那范围如何？这张，来，好，哦，这组牌跟刚刚上面那一组牌的讯息差不多哈，太为难我了。有时候牌整出来，我所期盼的快乐讯息都故意不给我哈。来，我先说一下哈，
你们现在都在专注于自己的事情，可是但是你们相遇的时间几乎快到了，那只是一直没有那一个运气这边讲运气太奇怪了，没有那一个巧合，身边的人、身边的朋友都还没有一个很奇妙的共识说就是说你跟他可能认识不同的朋友，那两组朋友或那两个朋友，他们彼此认识了，他们还没有约在一个共同要一起出去、要一起见面、大家一起约去哪里玩的一个 idea 还没有共同出来。可是我觉得你们除了快要见面了，我也觉得也在不远的地方。那你们好像先后都走到了那一个路上了，前前后后，然后方向也对，但是就是还没有遇到，而且已经走上去，而且有些东西都已经速度在加快了哈。那还有一个特别的是，它有一点点像是在高速公路上或是马路上，你们已经在同一条路径上了，然后坐在不同的车子里，可是他可能是坐在后座的最左边，你是坐在后座的最右边，你们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的。即便这两台车很靠近，可是你们看到的风景是不一样，所以不会看到彼此哈，甚至不知道彼此就在附近。现在的状况是这样，你们有一些事情跟自己所专心的方向不同，所以现在只需要这个故事线慢慢发展完的时候，相遇的就应该会到。但是我觉得这组还蛮依赖朋友的 idea 把你们拉近哈。所以，然后还有一件事很特别，最近你们两个人身边朋友的心情上的困扰都还蛮多的，无论是工作上、爱情上的困扰都还蛮多的，所以你们两个近期都还蛮需要去陪朋友聊天的，两个人共同状况都有。那以能量的编织来讲的话，我会觉得这一种被动的需要跟朋友聊天，或是去见朋友、陪朋友的这些概念，反而让你们的连接线有在某些巧合里面连接起来，是有在连接起来，只是不太确，因为这些连接没有方向性，懂吗？好像是两只蜘蛛都在编蜘蛛网，结果这两个蜘蛛网目前重叠，所以这个重叠是好是坏不知道，要等到看到那个蜘蛛网的编织的整个感受，你们才会知道说到底是谁抢了谁的地盘，谁什么，还是真的就连接到了，然后同时捕捉到了同一只昆虫，然后两个人要分享。我说的这个概念比较像是说，你们周边的朋友圈是否有共同的 idea 要出现，就像我刚刚说的，约自己的朋友出去，但不是为了见面，而是说要不要一起去？你也可以约你的朋友什么玩这样子，大家一起出去玩，类似这样子的 idea 的概念还没有出来。那你们现在还在自己各自的朋友圈里面活动，帮助自己的朋友，倾听自己的朋友，陪朋友，有这样讯息很多，都是这样哈。所以近期朋友有困难需要聊天，尽量去陪出去。好，那它有一些巧合会出现，还有因为这张牌有说你们两个非常接近的时候，它有一个吸力会把你们吸得很靠近，它不会让你们在附近徘徊。我看一下这里的好事哈，这里的你们现在旁边有太多人的负能量了啦，但是你们又很像是他们的贵人跟解药救星，尽量去。最近你们两个人身边都有好多人需要你们哦。然后这边又告诉我说，现在的你们两个在各自的生活里面是非常富足的，各方面能量都是好的，所以你们旁边的时候，朋友一些能量都很需要你们，他们也都感受到你们现在各自的能量都是好的哈。但是有一个小缺点，
你们最近也缺乏察觉自己的朋友需要你们的能力哦，好吗？有这个讯息，所以最近也需要你们多关心一下自己的朋友哦。这边有说，好，这一个出发点，这个提示有在暗示着，有点像是多关心你的朋友，他会带领你去前往你们相遇的那个时间点。他好像是有一点要打开这扇门的钥匙在你们身上，可是你们不知道要去开什么，差不多是这个。那旁边你的朋友很多人都在期待着这把钥匙，可是他也不知道说他回馈给你的是跟这个人的相遇，哦，懂这个寓意哈、哦。所以最近朋友很重要。来，我有些讯息我还是翻一下。来，一张，这样一个再一个再解释。这里有很多我需要深层解释的东西。哦，这里这个也是很麻烦。好，再一个啊，现在也就好，我觉得已经够多了。让我思考一下。这里说哈，你们，我只能说这里提示的哈。他说最近对于爱情的渴望有一点点缺乏相信，不是缺乏，不是说不相信爱情会发生，而是缺乏对于神秘力量的相信。就这样，好，这张讲这个哦，吸收到这一个讯息的，你感受一下为何我这边这么说哈？我是翻译他这张说的哈。好，这张这边说你们现在所处的朋友圈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朋友圈，就像我刚前面讲的，其实你们是完全不同领域的人。这里说这是必要的，所以中间这两个蜘蛛网的牵连，当需要那个随机性才会牵到在牵的路径上找到出路。就像前面讲的那个迷宫，似乎你们彼此会在迷宫里面留下痕迹，所以能量上会找到路径。他会找到路径。这边说的这一个，你们的相异就跟地主牌来讲一样啦，是一定要存在的啦。所以这边也说，哦，你们相遇之后会有一种重新组合，哦，两个人的特色，两个人的能量需要重新组合。这边也说，开始重新组合，就像我刚刚讲那两个蜘蛛网。重叠了，逻辑不同，状态不同，但是会在两个蜘蛛网的重叠上找到那个相遇的路径出路哈。你们的能量靠近的时候要整理，旁边的能量，你们所处的朋友圈交际的这个环节能量，也要自己找到那一个出路点。这里说了一次，这里又说了一次哈，这是一个句子的前后关系而已。那这里说。啊，这里牌讲得很好。这里说，这里目前所有的阻碍、朋友的困扰、朋友的现在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他这边说的比较严厉。他说，都是一些需要用善意去整理跟去除的阻碍啦，就是说这些关卡、这些阻碍，他人的内在的问题、感情的问题、生活的问题，这些东西都是只能靠善意去清理的啦。那现在这个善意在你身上了，可是这边讲了一个很严厉的东西，我就偷偷跟你说，你本质上觉得他们所遇到的事情都是愚蠢的。这个比较恶的念头，但是有这个讯息。但是你还是基于朋友或是什么的时候，多关心他们，因为也许你已经过了那关，所以你认为那些都是愚蠢的。为何不理解？为何不？你会这么觉得？可是他们还没有理解到那个程度，或是他们忘记了。所以你现在身上有这么清新的
知道那些事情很容易过关，然后是愚蠢的，那你就去帮助他们。现在这里在讲哈，只是这边把你的内在的东西剖析出来了啦。好，这里好吧，你可能最近你的朋友，你可能会见识到他们堕落的那一面，记得要拿出那个善意哈，因为那个只是一个过程。那个是他们要再重新纯净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的朋友现在如果走到低谷，你发现很难劝，很难告诉他们，很难安慰他们，就先陪伴。他们必须要有你的正能量，跟你的比较理智的能量去帮他们提示，或是让他们醒一下。记得哈，是这个，你不用无止境的陪，但是你的出现跟你的提示还蛮重要的。好，那这几张牌都讲了，我刚刚前面说的，前面有很多你们周遭的朋友所带来的一种看起来很多低能量跟负能量的状况，所以我必须要再说一次，你就当做是你们两个现在是那个编蜘蛛网的人，然后蜘蛛，但是网子是你们的朋友圈的脉络跟连接。那他们现在正在重叠，在同一个跟热重叠，所以会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蜘蛛网逻辑会串出一条你们直达对方或是见面的那个路径。你用这个方式去想象就好了。好，因为现在你们两个所处的好能量太独立了，太独享了，所以以正负能量交换的话，目前你周遭的朋友有人非常需要，但是记得你是被动的，你很难主动察觉，都要等到他们有发出讯息跟请求的时候，你才会知道。好，很难得啦，这明明就是你们两个要见面的事情，为何关乎其他？可是有时候就是这样，你们中间没通路哈，现在就是一个很特别的通路状态。我只是把它很拟人化、拟蜘蛛化的方式跟你说，它现在就是这样。那这边我最后现在才说，你们的相遇前会有一个很特别的变化跟事情会跑出来，然后那一个事情会把你们两个拉在一起。只是这一件事情没有那么容易翻转的那一个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出现，可是是什么事情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会有一个你们两个都会关心的事情会出现，这个事情会呈现，会明朗化你们的存在感，就会让你们在彼此的视野上有可能开始知道这个人了。有开始知道这个人，只是还没见到面，会开始有印象、有画面了，视野看得要比较相同了，好吗？所以就表示中间这个蜘蛛网所带来的这个路线牵连有出现。那就讲这边说的，只是这张牌能量它所在的位置，能量是偏低，但是存在，它必须要仔细看、仔细听才会知道，仔细摸才会知道它的雏形。它不是那么很彰显、张牙舞爪的，没有哈。好，这组需要蛮多智慧的聆听，希望你听得懂哈。来，好，后面你们的灵魂状态这个，我们就大概翻一下哈。来，然后你看，你们两个是完全全新的两个灵魂的遇见哈。这一次是真的是全新的旅程，很明确，没有什么别的。好，来补充的讯息。好啦，你们第一次见面，各方面的吸引力都跑出来了哈，只能这么说，完全不否认。你们两个真的是两个很好的正能量的相遇哈。这边说，其实你们两个的相处有非常多的帮忙，你们两个是加分的，你们的互补性很强哈。你的缺点他有优点可以补助，相反的，你的优点都能够补助他的优点，就是你们算是理智上会慢慢的同步进步的一整组哈，并驾齐驱。而且还会慢慢加速。这组，我只能说，在牌面上的讯息就是你们已经够好了，所以你们终究要遇见。但是好像有先指派一些任务，就是先你们的好跟你们的善能量还没有
散发出去，散发完了，满足了周遭的人的好能量都一起上来了，那你们相遇的时间也不远了。差不多概念是这样哈，整理起来整个讯息的走向应该是这样。好，来，然后这边也偷偷说，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虽然喜欢的类型是全新的，可是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有非常强的致命吸引力有出现哈。这边也说，你们两个其实原本对于未来想走的方向、梦想的方向，完全不同，而且有极大的不同，所以你们也有自己的难题了。哦，好，我看一下，好，差不多这样，我觉得讯息已经太深奥了。哦，来2张看一下你们两个能量最接近的时候。哦，第一个天使历法给的时间是，这个是5月底哦。第二个哦，这个到这个是2月初哦，难不成是下一个2月初吗？我觉得我看一下，这个我另外一张牌来，我一张牌来看一下，这个是。我就问他说：“你们已经有非常靠近过了，所以错过了吗？还是什么？”哎呦，对耶，你们有非常靠近过了，但是好像没有对话到哦，时间点是说2月中，但我觉得应该就是2月中之前。其实你们有在朋友的聚会里面有非常近过，可是好像没有对话到。但这张牌的二元性说，比较偏向于有对话到、有认识到，可是就只是很简单的就这样结束了，哦，就错过了，就先点头认识，可能名字都没有记得，就这样，但是有，哦，那没关系，我再翻一张哈。如果他还是在以过去式的话，那就表示大概就真的有，但是就那一次没有连接的很好，可能就是因为这里东西都还不完整哈。有时候这里说3月中有一个比较近的一次，有刺激咯哈，你把握一下哈，来感受一下啦哈，而且毕竟这里都说你最近朋友的能量很低哦，如果你有类似的状况的话，看来就是那个自状头都编织好了哈，来3张动物灵卡。第一个给你最近的讯息哦，这个我讲快一点。这里说最近你内在的思绪各方面有点混乱哈，要静下来哈，要静下来，找个时间静下来，好，静下来。哎呦，翻这么多，但我没有要那么多。好，怎么那么近呢？这里说最近你内心有点缺乏安全感哈，记得去多接触一些你觉得安全感的朋友、人、事物或家人哈。这2张都在做一个心理处理哈，来，这里说什么了？我想一下，这里哦，好吧，我觉得3张牌讲一样的东西。最近你心里需要安静，因为你心里现在非常吵，有一点点无所适从的感觉，但是有解放，去找你身边你觉得比较有智慧的人，记得不要找闺蜜、找好朋友、好兄弟，不要找那些，去找你觉得有智慧的人，去找他聊一聊你现在的状况，好像有立刻能破解。这边有说，好，那如果你没有这些状况就没关系啊，就没有。但是这里3张牌都告诉我，选2号牌的朋友，有些人你自己的能量没有你以为的好没有你以为的好好，那就这样。好，那这是2号牌的朋友那希望给你蛮不错的方向。这组牌有点难有点难，是任务型的，前面有些东西要先处理但是你们真的很近的，尤其这张，你们很靠近过好，感觉一下，好，那就这样，那我们一起乐观的
期待哈，记得你的朋友最近很需要你哈。好，那就这样，谢谢来听哦，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3号牌的卡。好，来，我们一样哈。今天的题目是第一次见面就告白哈。那通常第3组牌我都会分享一下1、2组牌的一个心得哈。1、2组牌都有一个状况，就是一个来自跟你完全不同背景各方面的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人哈。那2组牌都已经在差不多的朋友圈了，也都差不多快要认识了哈。可是都有一些其他的故事线需要先发展，所以都需要有一些等待哦。但是都已经近在咫尺了，都没有非常远哈。那2号牌的时间还算更近哦。那2组牌的融洽度都不错哦。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看看。那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牌哈。我们要先把金星能量发挥出来哈，因为金星能量有很强烈的丰富感情的表达哈，然后塔罗也有皇后牌的支持哦，所以我们要先从这里去切入，看一下整个方向哈，来让你知道你在期待着谁啊、这张亮了，有时候真的是期待不了了。好，在金星出现这张牌的时候，我看一下。通常出现这张牌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觉得它是个绝对理智跟各方面的。可是这张牌其实代表什么？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神秘感哦。所以你们一开始遇见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神秘感会出现哈。那这边确实也出现了你们两个的差异性哈，因为这边有看出来你们两个在讨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会有一种转化力渐强的一种能量。哦，然后会互相猜本质上是什么，因为这组牌没有一些洞悉本质的能力哦，比如说双鱼跟射手的那种洞悉本质啊、敏感察觉内在情感的那个能力，这里就没有出来。这里更多的能量是比较偏向于第一次相处要和谐。哦，然后保持彼此的形象要更优雅的保持自己的偶包有会跑出来哈，第一次遇见的时候，然后2个人在聊天的时候，可能有一些想法各方面是不同，但是非常和谐哦，互相沟通也不错。那甚至会聊到工作，会觉得说2个人也许工作上能够合作，会有一种比较表面的那种，所以你们初次相处是比较硬邦邦的，比较多该说害羞，我觉得也不是，有比较多的不往前。哦，但是感觉是好的，你知道那个好的感觉出在那个神秘感的吸引力。你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对于彼此的不了解的那个范围、状况、方向都非常的好奇，这是你们2个的积极能量的爆发，然后所带来的那一种很强的吸引力，但是还不到致命吸引力，但是就是一直被吸引，像黑洞一样吸引往里面下去。那这边还没有看出来第一次告白的一个状况，但是如果以单方面来讲，你身上的带来的神秘感就让他非常吸引到他了，所以他会有可能会类似告白的动作，想要跟你的关系更近，可能不会表达的那么明确说我要跟你在一起，但是他会表达的很像需要再跟你有更多的相处，但是通常这张牌的双向性很强，所以你对他的感觉也有也有，只是会除以2，会打对折。喜欢这么多，但是会表现的一半，会有这个讯息哈。你们这组金星的发挥就到这里，算偏冷静，有点太冷静了因为其他的位置看看有没有一些澎湃的东西来，只能说，你们还蛮多。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你们彼此会有点小不适应，就是彼此的想法、未来的方向、以前做的事情都是没听过的，这个不适应很新颖，他跟前2组不同的是，前2组是好像是知道是彼此是不同世界的人
也有啦，也有这个牌啦。可是你们3号牌更多的是这个人的各方面是你完全没有经历过的。其实2号牌也有，2号牌在灵魂的方面会有一种完全没经历过的灵魂。这组更像是第3组，更像是你听这个人讲很多事情都是你没有听过的、不熟悉的，甚至他所在行在专业的项目各方都是你不熟悉的，你从来没想过的，从来不会去追求的。哦，你身边也没有类似的人，所以很多东西都很新。但记得原本的神秘感就一直出现在那里，所以你会好奇下去，很奇妙。这一组就是有这一个很奇妙的，你明明就不懂，你明明就没兴趣，但是你就是想听下去，很奇妙。这一组就是有这个讯息哦。看来你们的相遇并不一定不会是在外在感官上面的一种吸引力，而是内在深层的一种。就像我刚刚讲的，这组有一种黑洞效应，好像被吸进去了哈。你从来不愿意对深渊对话，而这次为何看顾他了，回应他了，懂吗？类似是这个状况哦。来，我把其他牌翻出来。这组，哇，这组的讯息非常难整理哈，我要一点一点的想象。让我帮我找到一些破口。好，我先不用看的，我先那个，让我感觉一下，首先，你们2个发挥自己内在本质的讯息节奏没有那么快，没有那么快哈。然后你们会慢慢的相处之后，来一点一点的挖掘到彼此喜欢的东西，外在、声音、概念各方面，你会慢慢的察觉。你们彼此的外在在一开始不会是决定的要素，但是后来会越看越喜欢，后来越看越发现，原来这个人身上有很多东西是你本来很喜欢的东西，可是你在一开始的时候有点忽略了哈。然后你们2个在一开始一遇到的时候，其实你们2个的讨论的话题跟感觉上都是充满很多的爱的，但是这个爱不一定是爱情爱哈，我觉得有蛮多的对世界的爱、对世界的关爱或者各方面。你们讨论起来、聊天起来，好像都在讲一些理性的事情，可是其实你们2个都有互相感受到彼此是非常在乎什么的，而你们2个在乎的那个议题也许不同，可是在乎的那个本质上的点，都是还是处于一种爱的出发。然后这个部分，你们2个是非常有连结的，但是它都还是要再等一下慢一点才会跑出来哈。还有你们2个相遇的时候，其实你们2个如果在一起相处各方面，你们长期相处在一起的时候，你们的运气各方面好能量会互相交换，会越来越好。其实，在以未来的方向来说，你们是非常适合在一起。可是它的好的成果跟东西不会在一开始初期会发现，但是你们在整个路径上是会慢慢感觉得到哦。直觉也很强。这组从这里开出来说，其实他有讲另外一个东西是，其实你们2个的直觉很强，对于这份关系的直觉很强，对于这份关系未来的展望的直觉也很强。那这边又在凸显了这件事情，在你们2个讨论的内容里面，会讲很多有关于智商、智能、智慧、聪明这个方向的话题，来去验证彼此是不是可以对谈的。后来发现说，其实你们2个是非常平衡的、对立的、和谐的状态，这里和谐一次，这里又和谐，而且这个和谐还带来非常宁静的感觉。所以2个相处起来的时候，情绪上是不浮动的，是非常平绪，是非常平稳的。然后这一个平稳让你们发现相处起来是非常自在舒服的，而且话题有越来越顺。我会说话题越来越顺，表示一开始没那么顺，但是会越来越顺哈。然后你们心里有一个非常强的直觉，那个直觉带来了某种连接力量，也连接到了神秘感这个力量。这一组的核心就是那一个深渊直觉，连接到深渊里面的那个神秘感，让你们会想跳进去，去挖掘彼此一直没有讲出来跟忘了讲出来的话语，所以会处处有惊喜，然后会慢慢的发现说，原来这个人在内在灵魂各方面外挖掘的东西跟我这么契合，所以这一组如果一开始没有掌握好相处的语言或各方面的话，可能会比较走向偏的、讨厌的、不自在的。可其实没有，它也有一个错觉，会让你们2个是2个能量的对冲、相撞、磁场不合。其实没有，那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们摸索到自己的路、自己的话题内容比较难，因为它处在一种神秘感。如果你对那个神秘感没有吸引力的话，它就会变成是一种误解、不同方向跟摸不着头绪，懂吗？它这个一个两面刃，不是两面刃，它是一个一体两面的哦。可是从这里看得出来，从这里看得出来，从这里看得出来，跟这里看得出来，你们不会这样走，而是会开始觉得说，这份吸引力跟未知，让你们更想要黏腻在一起，更想要知道彼此到底后面是什么。这个感觉很，
我先说这个感觉，其实就像我刚刚说的，你慢慢会发现说，这个人的长相、声音各方面是我慢慢会喜欢的。其实一开始就喜欢，只是你们的态度跟整个topic 走的方向先偏到了去验证跟确定对方到底我们合不合适、谈得来不来这方面。其实本质上一开始就喜欢了，可是略过了啦。哦，那你再看一些别的东西哈。这里。然后，其实这两张这个位置哈，你们两个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其实你们都有一点点想要包装自己、美化自己，没有，因为就是这个能量没有问题，我觉得有，但是慢慢都会被破解，因为你们两个对于彼此的外在以内本质上的东西挖掘的很快，然后不会被外衣。肉体外在所影响，你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就会指导内在本质跟未来的梦想各方面的心灵、心理内在气质本质这个方向去做挖掘，所以你们一开始就略过，所以我才说后面才发现说，哦，原来这个人是我喜欢的，这个东西比较后面，那也代表你们一开始想要包装美化自己，把自己比较好展现那一面，在一开始见面的时候没有效果，你们都以为有效果，可是其实是没有效果的哈。那然后你们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小缺点，你们两个都会想要找到共同话题，想要讲一些事情，想要对方认同，可是一开始没有，你们一开始还是比较很难以去认同彼此的话题跟内容。哦，主要还是因为这边有说你们还蛮像真的是之前的人生经验上都没有遇过到的这种人啦。好，用的语言很不同，一开始的时候用的语言很不同。那你们为何会喜欢？为何他会喜欢你？就是在那个神秘感。这组有一种蛮扭曲的状态，越是不同，越是不知道，越是听不懂，越喜欢。很奇怪哈，这组会有这种吸引力哈，好像突然找到了某种世外桃源、新境界、新的挑战。越是发掘越不同，越喜欢，所以会越想挖，说到底有多不同，到底有多少东西是我没听过的。两个彼此都会有这样子哈。那一股神秘感，这边发挥了一次，这边发挥了一次，这边也发挥了一次，然后却在最高智慧的地方调整完了，它就变成是一种稳定的好奇心，而不是一种有抗拒的好奇心。你们会一直就像面对深渊，应该是感觉到恐惧的，可是却产生了无限的好奇，跟想跳进去。应该要回避跟深渊对话，可是却正视了深渊这件事，就才发现你是属于他的，你是彼此相属于的，是可以逻辑的，他没有那么恐怖，跟那么距离没有那么远，再加上你们这两股能量越靠近越顺哦，内外在都是对外跟对你们就都越顺，它是一个有时间性的，要慢慢的出现哈。这里说了一次，这里说了一次哈。那你们的关系会在某些话题出现的时候稳定下来，它会有一些至关重要的关键性对话，然后让你们两个关系稳定下来。但是那个东西必须要有很多的前面相处才会跑出来，因为它要慢慢的走到产生那一个对话，它不会一开始就有，还是要再走一下。但是会有那一个分界点，那个分界点出现之后，你们的关系就稳定下来了。啊，就没有这些抗拒，没有这些摩擦或类似纷争的对话，或是来自完全不同世界的这个概念，这个就慢慢就会被消除了。那从第一次见面就告白的这个概念来说，从这里看的话，我觉得你会从眼神发现这个人有多喜欢你，会发现，然后你会给予回应，因为你会接受到那个好感。对我来说，你们两个是对称的，都有，但是都隐藏了一半，但是都有哈。那也不需要快点拿出来，但慢慢就会拿出来。啊，这里大致是这样。今天三组都非常讯息都是混沌的，好，但是还好，我听我自己的声音去整理了，所以大概有这个头绪好了，大概让你理解一下。好，来，再来，我也要整理一下这一条路径哈，因为你们两个相遇的路径也是偏向理智的。第一组牌我是给这个哦，第二组牌我是给这个，我觉得第三组牌也差不多就是这两个，然后偏向这组，所以我这个我要收。
因为我觉得你们更加拥有神秘感的讯息，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有一张牌会觉得，我觉得也蛮像这组，但是这组还是有一点野性，我觉得你们没有那么野性哦。那好吧，我觉得这张跟1号牌的一样，我觉得1号牌我觉得是因为它的情境颜色，我觉得选择它。可是3号牌，我觉得你们那个神秘感是就是这个火焰哈，那让你们难以抗拒的想要去触摸。你们还没有触摸前，并不知道它是烫的还是冷的，它就是有这个吸引力，你们两个之间就有这个吸引力哦。那没关系，我们再继续探索一下，你们这组哦，有一种很奇妙的致命吸引力，它会去衍生出或是体察出一些更多的外在啊、延伸啊对话。反正你们就越相处下去，就会发现喜欢的点越来越多了哦。它不像是原本喜欢的点就很多，然后再具体的去确定。这组是慢慢的就会慢慢越来越多哦，然后有可能会到后面才会进入所谓的热恋期，很奇妙，因为东西多了饱满了，会产生出第二种情绪的阶段哦，情感的阶段。来，好，这里来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哦。那通常这组牌就是一定是还没有见面啦，还没有见面哦，还没有见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它的范围距离哈。来，现在还在多远的距离，还在什么圈子哈？到底什么时候才要走进来？这些这里，好哦，好，来看一下这里。哦，哦，我想一下，哇哦，这边说一件事说，当你们一遇到的时候，就有非常强烈的吸引力。这边有说，其实你们有被外在吸引到，会有，就像我刚前一组牌的，你们一开始就有被外在吸引到，可是当一对话之后就忘了这件事情，这里也是能量偏掉落去哦，所以你们知道自己喜欢什么啦，可是不小心忘记了啦，然后对，其实你们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其实还蛮浅的状态去互相吸引到的啦，哦，但以现阶段来说，你们现在在蛮远的距离哦，哦，那它不是空间上的距离，不是说你们在2个很远的城市，不是，你们现在在蛮远的距离，是现在就算这个人在你眼前晃过的话，还没有注意到，为什么？因为你们目前2个能量还没有比较符合，比较会有好的对话各方面。其实你们身边有一个事情，朋友的事情或什么，有一个事情还没有发生，那件事情一发生之后，你们两个人的遇见就会出现。我觉得应该就是朋友的事情，而且那个转折还蛮大的，是临时的，非常临时的，会有其他人的突然的约会、突然的约见面，或是突然说，哎，等一下要不要去哪？是突然的那个事情会发生的时候，然后会带领你去跟他遇见的那个场合。这边有哈，他这边就是大概到那个时间点整理，所以这边也在说，你现在其实不太知道到底要等什么。当然啦，一定是这个，不然还有什么？不太知道等什么事情，但是我帮你圈一下，就是朋友的事情，而且是你在乎的是朋友的事情，而且这个人可能在你的低谷的时候有帮过你的人，他可能会突然约你出去见面或是什么出去玩都有可能。好，那你们回到你跟这个人本身，你们两个现在的彼此的能量的调节速度有点慢，所以光靠你们两个自己见面不容易。不过我这边有一个小担心是，因为我觉得你旁边的能量，你朋友约你出去的那一个能量，让你被动的那一个能量，它没有跟上你们两个能量的调节，所以你们两个第一次遇见的时候会卡卡的，没有那么顺，因为两个能量都还没有准备好。但是好像时间点会到了，就要见面了这样，所以我才说你们两个一开始相处的时候都会有一点点
很陌生、很不一样哦。这里都有说，这个人的出现对你来说就是一个很新颖的，而且你们彼此都很难掌握对方的下一句话、对方的下一步对话。嗯，这个但是很奇妙，你们以三组牌来说，你们的初次见面的致命吸引力跟很喜欢对方的那个内在的那个讯息是最强的，只是他有一点点比较像说，我知道是这个人，可是我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我不知道要怎么出手，我不知道要怎么去，我没有任何讯息让我明白我要怎么表达对这个人的喜欢，然后就忘记了这件事，然后就只有不断的跟这个人对谈互动，然后心里也觉得好喜欢跟这个人对谈，好想跟这个人对谈，可是不知道那个吸引力是来自于你们本来一开始遇到的时候就有一种很强烈的喜欢，突然间就被忘记了。忘记其实你就是只是喜欢这个人的声音跟这个人的外表来跟他聊天讲话，可是，在对话之后就突然，这东西就忘记了哦。然后以时间点来说，以时间轮转来说，你们应该要一见钟情的，你们应该也一遇到就有澎湃的状况。但是回到上一组牌的，因为它出现的是正义牌加上愚人牌的这一个混合发酵，你们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本来就非常喜欢的这一个概念，突然就转弯了，走偏门了，很奇妙了哈。但它一定有它的意思，它一定有它的作用，它没有要让你们从一见钟情的方式爆发，应该是有它别的可能了哈。然后有一些独立性的讯息，这里都在说，你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是比较着重在自己身上，而且比较在乎自己的表现，花了比较多的概念去让自己表现好，忘了去感受对方哦的好，或是忘了更加明确的感受到对方对你的喜欢，有，但是都变弱哦。这一组走了一个很奇怪的感受，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有一点点在回避表达对这个人的喜欢，可是明明你们两个的对话就是舍不得结束话题，很想要对方很喜欢聊天，可是却都一直没有到那个点，说其实一看到的时候就很喜欢的那个感觉。哦，好，没关系，慢慢会浮现出来，慢慢会浮现出来。那我看一下，我跟你说，你们两个有非常强、满满的水能量做预备，让你们相遇。而且你们现在都还有很强的水能量，在把你们冲到彼此面前，都有。而且前面这边就卡了一个他开门的决定权在别人身上，而且这边说了，我觉得这组就没有双向，不是说你们两个都会发生，而是你们两个应该有共同认识的人，或是不知道，反正有一个人他有办法让你们两个同时出现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有办法，有直觉哦。但我没有很确定说他是同时认识你们两个人的，这边没有那个讯息，因为这边的所谓的你们两个在自己的世界里面的各自独立的状况还蛮强的，所以他很有可能就是那个人带了他去哪里，然后刚好你也在，这中间没有连接哦。可是他有这一层关系，要有被带去，要有去找谁哦。可是那一个第三者，我没有觉得你们有没有，都不是有连接，而是你们所要遇见的那个场地、场合，或是现在就踩在的那一个空间，是共享的这个东西而已。如果你真的要去找到连接，我就觉得只有你们现在踩在比较相同的土地上，就这样。抽象的土地啦，哈，不是什么国家的土地，不是这种东西哈。以人的角度，你们没有被某个特定的人做双向的连接，没有啦。啊，就是那一个能把你们带领去同一个空间的直觉都不在你们身上，那个钥匙不在你们身上，那个开门的钥匙不在你们身上。好，那所以你们能做的，我不能说是等待，我觉得这组比较需要能做的是，你要敏锐的察觉到你现在对话的这个人，其实就是我刚说的
一看就有非常强烈的直觉是喜欢的，可是他慢慢的就弱化，然后就你们就有一种很想要一直聊天，可是不想结束话题，可是这个对话跟话题有淡淡的喜欢，可是也话题跟内容都没有表达出对彼此的喜欢。那你说要怎么去告白？我觉得这组他就在你们一遇到时就有非常强烈的感觉，那他会不会突破这个去表达呢？有可能，因为这边还是有很强的爱的能量哈，所以这些就要看其他的部分。可是我觉得你这边比较被动，比较不会就突然的表达的那么清楚哈。那有两个可能，第一可能会有很明确的句子跟对话会表达出对你的喜欢，这个是你会接收到的类似告白的讯息。第二，会有连续的约会，会有连续的约出来，再多对面再聊天。因为我有一个短时间的概念，在你们第一次见面有，你们好像没有能够有很长的对话，可是那个浓密度跟那个联系的感觉、牵连的感觉，就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有牵起来。可是时间没支持，时间给的时间很短，哦，时间给的是，因为这边时间性真的变得很短，好像只给你们车子交换的时间对话，类似两班车都到了同一个月台，然后那个月台要换车，所以你们两个遇到了，可是只有很短暂的时间，赶要换车之后，然后只有那个时候可以对话。我的感觉是这样哈，那个是一个气氛上，所以两个人的第一次对话在非常多的陌生和好奇之间结束，所以我才说后面还有可能会有连续的约。还也有可能会因为这个时间性够短或什么的，然后告白的速度就很快，表达的喜欢就很快，因为要把这两个能量连接在一起。哦，为什么？因为上一组牌的时候，那个力量牌有在于比较现实世界里定义了这一件事，所以我刚刚前面就说你们中间有一个能量有连接的很紧嘛，哦，所以它已经有点超越所谓的时间长短，它的短时间内也会让它产生很强的联系。好了，这组牌的爱的能量好多，我有点难避讳它的存在，所以我讲起来都是往很乐观的水能量很爆发性的状态哦。只是空间不支持，空间没支持到，空间没跟上哦，就是相遇的位置没跟上，所以需要一些特意的灵感跟直觉去创造，所以我才说非常仰赖他的朋友或是你这边的朋友的一个想法，说，哎，我们要不要去哪里的这种概念，才会创造出你们的相遇的那个空间。哈，这个就是这一组比较缺乏的。啊，希望你听得懂哈，有点难，有点三组都很难。来，我这没什么好，没有什么阻碍的东西耶，真的不知道方针要从哪里找哇。好，没问题。好，这边我先说哈，这边说目前的拖延是一个非常愚笨的阻碍了哈，所以应该是一些很差的负能量在阻挡，但是没有阻挠很久了，但是会出来。好，所以你们目前即便很近看到也没有，我觉得你们现在还看不到彼此，反正现在有一点拖时间哈，有一个拖时间的讯息哈，这是一个很愚蠢差的能量在前面挡着。好，这个我们就跳过，因为我觉得它不强，而且也快被略过了哈。那这边说你们这边跟这边哦，哇，这里讲了很深奥的东西了哈。我先讲比较难的，就是说，你们相遇前自己个人内在智慧会因为你自己的事情有一个比较强的升华。哦，跟你们的关系没有，跟你们两个的遇见没有什么关系，可是有在暗示你或他应该在相遇前会有一个内在品质的一种升级，会出现。好，那我通常这个东西出来的时候，我都会觉得说，也因为这个事情出现之后，让你们
在遇见的时候才发光。所以他通常会这样讲，就表示说，这比较像是一个洗礼。好，先净化完再让你们相遇。好，这边有说，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即便你们物理上很近，可是你们现在距离很远，就是这样。因为这个事情可能这个净化还没有完成，完成完再让你们这样见面。然后这里有说，无论你们何时见面，你们两个本质上的和谐程度是在一个非常好的基础上。他会这样说，就表示说你们的本质各方面也许来自于不同的世界，可是有可能就只是两个次元的另一个自己而已，只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技能、不同的想法、不同的东西。可是你们本质上是相处的。这边说基础是非常稳健的，你们在相遇的时候就带来非常好的融洽的基础哦。这里，所以就不用害怕前面的磨合和各方面会让你们打散，没有哈。这组牌前后我都说会越来越好而已。好，那时间，我对这个比较好奇啦哈，为什么让你们见面的在钥匙在别人身上哈？你们没办法靠自己的路径走嘛？不一定有答案，这个没有给很多答案。他说，这组牌跟这里讲的差不多了。这里说你们两个现在还没见面前是有一些愚蠢的阻碍有，这边有说除了愚蠢的阻碍之外，还有一些未知的阻碍也还在发生哈。所以这两张牌都说，以现在当下来说，还没到相遇的时间就对了。好，那还会有点偏离，还有点偏离，所以看来有其他的事情正在拖慢你们相遇的时间。那没关系，我们就等啊，等待一下，只是让你知道你在等待什么了哈。他说，我是觉得，那一个会带领你们相遇的那一个人，他现在正在面对某些事情，然后他还没有对你求救，他还没有对你散讯息，所以他的故事线还在进行中，所以他的故事线还在进行中，所以你们两个人能做的就是等待他的故事演完而已，他的篇章还没有演完。捡到了那一个找你或是找他的这个故事线，因为我觉得他这边有一个渴望跟你们两个其中一人做牵连，然后才会引发出一个新的 idea 去前往那一个相遇的空间。它是一个流程的话，现在他的故事线正在进展中，所以你们两个即便很近，无法为了见面做什么，只需静静等待。只需静静等待。然后在这等待的过程中，记得这边有说，你们自己也会遇到一些事情，然后在内在品质有所提升。哦，我都觉得这种提升只会让你们更亮眼，灵魂更亮，更容易在出现在很近的距离的时候立刻看到。哦，好，这组大概就这样了。今天3组牌都差不多的逻辑。哦，怎么翻，而且牌翻出来都完全不一样，可是整个融会贯通的方向都还好啊，不还都是这样。然后3号牌有一个更好的是，你们3号牌的水能量好强，基本上本来就应该一见就一见钟情了，这个几率也很大，哦。好，来我们翻一下其他的部分哦。你们两个是真的是之前没见过的灵魂哦，很近过，但是没有意识到，这一次才是真的有意识到的一次。第一次相处都还不错了。你看，这里跟上一组牌翻的位置概念一模一样哈。刚前面那组已经讲了，这个位置跟上面是一模一样的哦。你们第一次见面都有一点收敛啦，哦，该表达一见钟情没表达出来都有点收敛哦。好，没关系，反正这边也跟上一组牌讲的一样，你们一见面的时候进入了新的模式、新的境界哈。这边都讲差不多的，没有什么特别的，就特别就是你们的灵魂这一次真的是第一次互动，但你们本来在灵魂的世界跟宇宙没有很远哦，只是这次是真正的第一次互动，然后你们灵魂本质真的不太一样哦，没有特别去看
会看不到彼此啦。好，好，这组有很多东西，希望你能够听到我说的暗示。好，来，那你能做什么？这3号牌没有特别明确说你能做什么来去跟他靠近，但是我能得到的是，你应该会有一个看起来平常没有心灵烦恼的人，最近突然跟你讲他内在的烦恼，你会有点小惊讶，说：“哦，你也有想不通的事，你也有你的智慧无法解决的事。”你会很惊讶哦。你会以为他跟你提出的问题，跟他想跟你聊聊的问题，是他自己就能内化解决的，就才发现说，其实没有，会有这个讯息出来。好，那可能这一个过程，就是刚刚前面说的一个未知的阻碍出现之后，那这个流程要解决完之后，才有后面的灵光出现，说你们遇见的场合的这个灵光才会被联动的带起来。好，那唯一能做的就是，如果你真的发现你的朋友需要聊天，就去多多陪他们一下。好，好，来，嗨，真奇妙。今天讯息3组都好类似哦。来，给你看一下哈，我这边随机抽2张牌，看图不看字哈。这是你们2个心境不同的心境的相遇哈。那没有特别说谁是谁，就是2个心境的相遇的状态。来，第1张。第2张，好，这是你们2个人的心境哈，因为这个你们的差异很大嘛，所以看一下这2个心境，好，来，好，再来是大家最关心的时间点哈，来，你们2个能量最相近的时间点，好，就这样。那会不会认识相遇不知道，但是这2个时间点，你们2个能量会非常近啊。来，第一个天使历法的时间点给的是12月中，12月中再来。哦，这里说的是8月初，也没有到初了，就快接近8月中的时候了。哦，就这2个时间点。好，那再来3个动物灵卡哦，记得。为什么每天都会有新的讯息？因为有重复讯息哦。你自己的重复讯息，你要看你听到哪里哦。会有重复讯息哦。来3个动物灵卡，第一个动物灵说，最近你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桃花啦，享受一下就好了，但应该都不算正缘，但是会小小的桃花，就是有粉丝，会有粉丝。然后再来，最近你的内在的独立思考能力很强，所以如果你在上班开会需要提意见或什么跟朋友的话，尽量把你自己内心最特别的想法、最与众不同的想法提出来，应该会有蛮不错的效果哈。好，这里说最近有一个不错的机会可能会来。会有不错的机会可能会来，那要不要进去？要不要选择？不知道，反正这边有说有一个不错的机会跟新工作、新的机会会出现哈，你要看你要不要把握一下。好，来，那就这样哈。那这是今天的3号牌哦。3号牌也不简单，但是3号牌爱的能量更多，爱情的能量更多哈。你体会一下其中的讯息跟时间点，还有一些你怎么创造机会的这个人的关系哈，要感受一下，里面有一些寓意。好，那就这样，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谢谢你来听哈，祝福你们。